要不要出口杯？比赛有谁？很多厉害的呢。别问我为什么打棒球，先问你为什么觉得我不行。踢不清楚没关系，你足球的表情我看得见。这球打进出去。年纪大了，并不代表我就要放下球棒。我的身体或许不完整，但我有完整的理由参加比赛。世界是模糊的，但全垒打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全部都一起打出口杯，全部一起。这样里我也能击中目标。跑垒速度慢了点，蹲捕技术没问题。障碍是我最强的队友。我可能没有男生的爆发力，但我很有可能是今天的 MVP。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体。大家球场。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快跑！棒球让梦想无碍，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那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我们来到台北新生公园棒球场，一起来欣赏这相当特别又有意义的棒球赛事哦。大家好，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播林志，我们是邀请到了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方复兴教练来担任球评，还有全体辛苦转播团队来一起为大家服务。球评早安，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好，那今天是我们第11届出口杯棒球赛第2天的赛事。首先来看到的是洛乙战斗机听障棒球队要来对上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这也是预赛 A 组的最后一场赛事。在昨天8月16号的比赛当中，洛乙战斗机听障棒球队是跟战神身障棒球队的蓝队交手，那比较可惜，最后是1-9吞下败仗哦。至于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是以9-8逆转打败了战神身障棒球队蓝队。哇，这边刚好方教练来到我们现场，要不要现在跟我们聊一下昨天的比赛的状况？球队是怎样的发挥来最后逆转赢球的呢？其实昨天他们第一任投手投得不错是投得很好，可是就是因为应该不应该再换投手，结果他们换了那个投手，那个投手的球速投的是很准。蛮就是太直了，结果那一局被我们得了很多分。结果那一次我打的时候，满垒打到一支欧巴的那个2垒打嘛，是，他又把它换下，其实不应该换，那时候他们还领先，结果一换一个又投不进了，然后就这样。那一局就得9分，了解，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我们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稍微算了一下，全队的平均年龄是66岁哦，阵中也有超过70岁的选手哦。那现在来看到这边今天这场比赛的赛事呢，这里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现在目前2队都是在 A 组哦。现在那我们这次的比赛呢，在 A 组有3队，那是要来争取前2名来晋级到后续的复赛的部分。那这边就要来，待会比赛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那以整个比赛的状况，先来看到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打序，第一棒陈明宏在廖喜宏、傅桂郎、林兆雄、许荣宏、虎航幸福、金正胜、杨树山，以及最后棒是游击手背号25号的林清发。
至于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先发守备位置，投手李嘉恩搭配捕手牛轩文，一垒手黄蒙伦，二垒手黄仁佑，三垒手陈俊雄，游击手杨劲峰，外野手从左到右分别是黄冠霖、中外手陈建富以及右外野手郑世怀。好，那在比赛开始前也是刚好跟我们方教练稍微讨论一下整个球队的组成运作方式哦。是先前其实赛前我跟小聊天一下，好像平常其实就有蛮多比赛可以参加的哦。对啊，我们这个退下来职棒退下来的话，他现在都60岁以上了。是。现在他都有弄一个联盟，是。然后我们就会常去南部去比赛。其实南部的球队。不老球队比较多啊，是，北部就比较少。了解。现在宜兰我们巴格浪也有在宜兰去比赛，巴格浪那个宜兰那边也弄成了一个不老棒球队。是，对，好几队在比。其实他们多动啊，对他们身体都非常好。是。那在昨天的比赛，是不是有看到特别关心一下对手的比赛状况吗？尤其是这场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选手。好，这边看是，其实他们天障生呢，会跟一般球员是一样的，只是他们耳朵听不到。我看到那个投手的动作投的还不错啊。对，那球速还有啊。是。那巴格浪要比这场比赛啊，是比较艰苦一点的，要赢的话。是。好，那现在来看到身穿蓝色球衣的。首位上场打击的就是巴格浪棒球队的第一棒陈明贤。好，那我们这个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则。今年也是第一次将多元混合组跟我们的这个身障组在一起来比赛哦。真的很厉害，都有哦。有的身障听说下个礼拜还有。智障的，视障是，就是所谓的盲人棒球的部分哦，很厉害。这边来看到我们第一棒陈明贤，哇，今年大哥也是66岁啊。这边控球稍微偏差多了一些哦。他那个出手的时候，那手都开掉。是。开掉，所以那个球就会，他右手嘛，所以那个球就会往那个打击的身上根本过来。这边偏低，但还是选掉哦。球数来到1号3坏，对打者有利的情况。哇，这边先攻的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一开赛第一棒就是靠着保送来上垒。那投手是有一点紧张了，因为先发投手第一局先上去的时候，几乎大部分都会紧张。是。然后投准的时候，就慢慢就会放掉就投得越来越好。了解。那在这边也手腕用的是。在这边也提醒我们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我们在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都有进行转播。另外，在动滋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 Hub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也有进行转播的服务，欢迎大家透过这些的转播平台一起来加入我们直播的行列哦。在比局上半，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进攻，一垒上是刚刚选到保送的第一棒陈明贤大哥。投手有点投不进了，哇，这边那个手有点甩，刚刚一个爆头哦，然后可以看到打击的廖启宏大哥是比较激动哦，刚刚在垒上的跑者好像有点忘了可以推进哦。对，他有规定哦，就是捕手碰到身体或是碰到手套落到后面的话是不能到的。是，所以他这个可能都没有碰到捕手手套身体。对，我们方教练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一次出口杯比较特殊的，算是友善规则哦。
又投三坏球，是。哇，这边大爆头。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这边先发投手李佳恩，一开赛感觉有点投球的状况不太理想。对。连续2个保送，现在让一局上半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而且现在是攻占1-3的。他有点抓不到那个好球带，有没有？那个手都这么甩，那甩的话，你看这偏差就很大。是。这也继续轮到第3棒福贵郎的打击。也是一个报道。对，但这边就是刚刚我们方丈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友善规则，就是在爆头的时候，如果捕手的身体、手套或者是护具，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碰触到球的话，那当下就会是死球的状态，那跑者是不能够进垒的。所以刚刚其实可以看到，虽然说是但像是这一颗的情况之下，这个并没有办法碰到哦，所以现在这边3垒上的跑者也回到本垒得分。那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1局上半现在是先取得点。其实这个鲜花投手那个动作啊，起来的动作还不错，是，只是他在出手的时候，一起来之后出手的时候，那个整个就僵硬起来，是，然后就是靠那个手往这边乱甩。哦，你看又甩到那边去了，好可惜。对。所以应该是往捕手要往捕手前面去伸，是他没有，他是到这边的时候硬的时候，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就用那个手就会甩，对，也可能，所以2边就差很多。刚开赛哦，对稍微比较紧张的一些，身体比较僵硬的情况之下，好，现在这边终于一颗好球塞进来哦。我本身也是投手，是在鲜花的时候，第一球投是很重要。那你如果第一球是坏球的时候，那个感觉到心里的压力就有大。如果第一个好球的话，那个信心度就越来越强，越投越好。所以这是我自己当投手的一个经验。了解。那那现在这里又投出保送的情况之下，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应该是要进行换投了。他这边有一个姓牛的当捕手，应该是像背号36号的陈志强选手，现在要来登上投手球来接替投球的任务。刚刚背号17号的李佳恩选手稍微比较可惜的一些，在开赛担任先发投手任务，但并没有解决到任何一个打者。现在在又出现危机的情况之下，团队是决定进行换人。现在比赛还是1局上半，2垒有跑者的情况。我们这个巴哥浪这个第4棒林昭雄啊，是，他是田径队的，哇，所以他脚程很快。你看他现在也是快70岁了，是，他打击很好，很强。他是巴哥浪的中心打点啊，对，所以他打第4棒。对，当家第4棒林昭雄哦，对。今年也已经67岁了，但就像方正刚刚讲到，哇，林大哥过去所以是田径队出身哦，应该身体素质还是保持得相当的好哦。好，
这里球是稍微挡到之后，就像刚刚提到的友善规则，其实就是进入死球状态了，不手碰触到球。这个投手可能热身还不够，你看他丢球的时候他用放的，是用放的，不是用手腕这样丢出去，所以那个球就很慢，用放的，你看用放的有没有看到？不过这颗投得很准哦。嘿嘿，对。是得到主审的青睐，投出一个好球。背号36号刚刚被换上场的陈志强选手。球数1好3坏。正在打击区的是巴格浪山墙的当家第4棒林兆雄，没到。这颗是在本垒板前提前落地，再投出一颗保送，而且刚刚也是因为就是球并没有再碰触到捕手身上，不管是护具或是手套部分，又是落到后面哦，所以垒上跑者又能够进垒。那现在是1、2垒啊。1、2垒有人，然后这个投手投了保送，所以大家就各起一垒，现在就满垒了。是。继续打击，轮到许荣宏，今年已经71岁了，许大哥。现在还是满垒，没有人出局。他71岁了，他当投手球速还有所以他本身主要是担任投手的部分。对，昨天有投得还不错。是71岁了。所以听方正这样讲，感觉队上的这些大哥们、球员们。平常确实就是还是蛮常有在比赛跟打球这样子，可能过去就打球的习惯这样。巴格浪他们呢，在花莲或是在宜兰呢，宜兰是比赛了，然后有时候他们会集合到宜兰去练球。他们会去练球。现在看到这球短3垒方向自踩垒包之后，哇，这边想要甩向1垒，但是来不及了。不过至少也是抓到一个出局数，但刚刚3垒上的跑者是成功的回到本垒来得分。现在让巴格浪山墙不老棒球队在 H 上半现在已经攻下2分，取得2-0的领先。如果这粒球3垒手接到，如果来得及传本垒，还可以杀得掉。他先踩3垒。对，因为满垒嘛，满垒不用刺杀嘛。当下接到球的瞬间是离3垒比较近啊。哇，这球打高了，来看一下位置，2垒手上方成功接近手套，2人出局。好，虽然刚换上来稍微还是有一些不稳哦。但这里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第2任投手陈志强，现在是连续解决了2位打者。他现在1、2垒有人嘛，打到一个内野高飞球，那个打击手是应该会啊，就是出局，不管他漏接或是接到，或是都打击手是出局。是，跑垒是不能跑，1、2垒有。继续打击，轮到第7棒金正胜。其实这个投手投那么慢哦，其实不好打，打击手会抓不到那个胎面，有没有？不好打。是，你看都不好打，而且没有跟进来。这球是个擦棒界外哦。其实现场也可以听得到哦，方教练你们旁边加油团也是蛮盛大的哦。他2边都有加油团，人也蛮多的，还不错，好像是那个好，再看到这球也是打进场内，举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3人出局，结束了1局上半巴格浪山墙不老棒球队的攻势。不过他们在这个半局是抢下2分，现在取得2-0的领先。
好打，要抓，哦，一急他就打滚地球了。完再后来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比赛转播现场，这边来看到洛邑战斗机听障棒队第一棒正式换来，在陈俊雄、陈建富、杨劲峰、牛宣文、黄蒙伦、黄冠霖，第8棒黄仁友以及第9棒的甘颖成。在刚刚一局上半，巴哥浪山强不老棒球队已经先攻上2分哦。这边来看一下他们的先发守备位置，先发投手是杨树山搭配的捕手黄信福，一垒手廖其宏，二垒手许荣宏，三垒手金正胜，游击手林新发，外野手从左至右是福贵郎、林兆雄以及右外野手陈明贤。在刚刚一开赛，洛邑听障战斗机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李家恩控球稍微比较不稳哦。第2任投手陈志强上来一开始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救火，不过也让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 A 局上半就率先的攻下2分，现在2-0的领先。好，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杨树山哦。这边也要问我们的球评方教练，这位先发投手大哥，他平常打球有没有什么特点，或者说他有哪些投球是比较拿手的地方呢？其实他不是棒球队出身的，是，国中的时候我们是同届的，哦，了解，然后不同班呐，哦，原本说的是同学的概念，对，同校这样子。然后他国中毕业就去中正艺校那些当职业军人，是啊，退下来之后就跟着玩球。他现在目前是他们巴哥浪的投手是最好最强的哦，尤其是打那个不老的时候，那个距离比较近嘛。是，像65岁以上是14点多公，那个60岁以上的那个距离是16.3嘛公尺，所以说他投的都很好。那他昨天也有出赛嘛？对。也是连续2天登板哦。这边第一球打进场内，来看是内的上方的飞球，被一垒手接到，一垒手是成功接近手套，一人出局。继续打球轮到第2棒，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陈俊雄。哇，可以看得出来，巴哥浪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杨树山大哥，刚刚这球确实塞得很准哦。感觉投球动作也是非常的流畅。
他的缺点就是啊，如果坏球太多，他就慌了，也是会慌。像昨天就是投都投不进了，才被换下来。是。界外。这里是应该是有擦到球棒哦，主审第一时间是判了界外球。对，他说的时候刚好那个棒头啊打到球，所以那个也算界外。是。这球稍微偏外侧了一些，球数来到2好2坏。巴哥让先挖投手，他这样投球就不敢太用力了，所以他就投进就好。是，你看，好球！哇，这边是投出了3振。我们巴哥让背号31号的先发投手杨树山大哥，这里是标出了3振哦。再透过重播看一遍，这球投得很准啊！让主审拉弓，2人出局。昨天他先发之后，我当一垒手，我就跟他讲，投给他打，不要那么用力。是。在落羽战斗机打击轮到陈建富，是为左打，但这球打高了，球队捕手正上方，但并没有办法接到。对，比赛是持续进行当中哦。这边再传上一垒，但也还是判 safe 哦。打者安全上垒。一垒手接的时候脚没有踩那个垒包啊。再来看一下这一球，先确实打高了我们巴哥浪的捕手。哇，这边因为碰到球的关系哦，碰到之后再弹到界外哦。他人是在界内嘛，对，所以那个球接不到的话，碰到外面的话就算界内。所以当时形成比赛是进行当中的状态。很准哦，是内角是内角。刚刚遇到一个乱流，但马上好球塞了进来哦。打击轮到杨劲峰，一垒上有跑者，刚刚是靠着失误上垒。就来看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能不能把握这次的机会，2人出局攻占一垒的垒包。好，最后打进来，捕手接到之后抛向2垒，还是来得及。3人出局，结束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1局下半的攻势。1局打完，还是巴哥浪山长不老棒球队2-0保持领先。欢迎再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比赛现场。
现在目前比赛要进行到2局上半啊，前面第1局打完是由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取得2-0的领先。现在巴格浪这里打击轮到的就是上个半局才刚刚投球的杨树山大哥哦。这场这样也是2刀流出赛的概念啊。至于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场上投球的还是的第2任投手背号36号的陈志强。这位杨树山大哥今年也已经65岁了。这个投手的手啊，如果再往前捕手那边伸出去哈，好球率就高了。是，他就停住了。我来看这球打向2垒方向，拦下来之后传向1垒，哇，是顺利1人出局。其实打击哦，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因为2、3个坏球了嘛，3个坏球了嘛。是。好，以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来说，至少2局上半以守备是个好的开始哦，顺利就先抓到了第1个出局数。这球李希发打进场内，3垒手接到之后，快传1垒。虽然稍微一开始传的偏了一些，但回头来再来做 tag， 还是能够做到触杀哦。来得及。是。刚刚传球是3垒手陈俊雄哦。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正面接球传的虽然说稍微开了一些，但后续野手这里处理黄蒙伦处理的相当不错，还是来得及抓到打者，2人出局。这边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打击又重新轮回到第2轮的第1棒陈明贤选手。这边积极出棒打到右边方向，是形成界外。其实这个投手的球慢哦，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打击的时候都用切的？是，都往下切，一切就一定是滚地球。他的慢哦，应该是像打那个慢速垒球一样，有一点往上拉起来，那个球才会打到外野去。哦，对，像这样。哇，这里在打边上右边方向是在界内，哇，刚好落在边线上哦。这里2局上半，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2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敲出了1支长打，现在来攻占得点圈。他们这个比赛也有一个规定，就是打over的球，不管怎么样都是2垒安打，是，你不能往3垒跑。现在在2局上半2人出局之后，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又有得分的机会哦，得点圈有跑者。他投这个球啊，这个主审呢也是不好抓。有的时候他落地搞不好那是好球。这球打到外野方向，来看位置，哎呀，但并没有办法接近手套，因为是2出局的情况。现在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再拿下分数，可惜啊，中间手没接到。对，但必须说打的也是相当不错。再来看一下这球的打击，
其实挥出去感觉是蛮扎实的，但跑的位置跑错，跑得太前面了。第一时间可能判断上啊，哎呀，又切下去。再看到这球游击方向，接到之后传向一垒，3人出局，但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这个半局又再度抢下分数，现在来到3-0的领先。欢迎再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由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对上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比赛要来到2局下半。前一个半局，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又再度攻下分数，现在是来到3-0的领先。那2局下半，洛邑战斗机要首先上场打击的是钮轩文选手。这球稍微切到，但右边方向是打出了界外啊。出棒太慢，击到稍微击到了。巴格朗这边场上投球的还是我们的先发投手杨树山哦。确实感觉出来投球动作相当的不错，整体的动作很流畅。这球打进场内。滚地球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垒，但这边是发生爆传哦，让打者现在顺利能够直接站上2垒。这边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是发生了守备失误。再来看这球，游击手背号25号的林新发选手，一垒手，那个游击手，他的儿子是林立，哦是，那味全龙队的那个林立选手。2局下半，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没有人出局，攻占2垒。这球打者挥空，球出来到2好1坏。所以就像方正其实前面有讲到，阵中蛮多我们的老大哥们，过去也是算是棒球圈出身，还有哪些是跟现在的职棒圈有哪些或许是有亲戚关系之类的。其实我们那个巴格朗有蛮多个都有亲戚关系，是，对，他小孩子都有在打职棒，是。
错，这粒球投的不错。对，但有时候那个林志胜啊，是他妈妈也常来啊。哦，对，我们都很熟。是我们现在味全龙的球星哦，今年打完就要退休的大师兄林志胜。其实也蛮多职棒球员过去也蛮常有提到，我们算是担任我们出口杯的，算是亲善大使，也有帮忙推广这个非常特别有意义的赛事活动。那周思齐啊，对不对？是，对，还是用这些那个球芽。对，今年也是请到了我们台钢雄鹰的选手陈文杰哦。那在过去，包括我们统一师的球星高国庆也有担任我们的亲善大使。那是我们台东花莲的。对，只需打击轮到黄冠霖。哇，这边内角想要捞，但是挥个空棒。那上一半被三振了，现在这个有良好球。是。哦，好球！哇，外角塞进来，控得很准。主审是拉弓拉掉，3振出局，2人出局。其实量好球的时候，那个好球带要放大一点。是。有时候投下去，裁判喜欢这个球，刚好投到这边，你就被三振了，很可惜。看着三振，硬要挥棒。甩掉。哇，这球是提前落地，而且也是没有碰到捕手的情况之下，打者是可以进垒的。现在让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在2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有跑者攻占到3垒了。就来看打击的黄仁勇有没有办法将垒上的队友给送回来得分哦。还是稍微偏低了一些。这2颗球，他的手都用甩的，手腕那边用甩的，你看，甩下去就往那个打击的那个外角过去。是。方教练看得相当的仔细哦。球打高了，内野上方的飞球，右手林信发成功接近手套，3垒出局，让洛邑战斗机留下3垒的残垒，没有办法抢下分数。前2局打完，还是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保持3-0的领先。好，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及多元族群棒球赛。现在3局上半，先来看这一球，哇，感觉打得很深远，是支长打。2垒安打，成功的站上了2垒。
巴哥朗的第4棒林兆雄哦，果然是当家第4棒，而且他是右打者打到了右外野的方向哦。现在3局上半没有人出局，马上又攻占了得点圈。打击轮到许荣宏，今年也是71岁的大哥了。算是队上第2年长的选手。对，哦，哇，这球打向左边方向，哎呀，接杀！不过左外手是成功的接近手套，对，刚刚这个手背相当的不错，打得非常好，也接得非常好。只能说打得漂亮，但接得更精彩啊！也形成1人出局。哇，这球挥得很大力。对对对，太用力了。背号30号的黄信福选手，感觉很想要把队友给送回来哦。这粒球是蛮好的，他太用力了，他眼睛就头都转走了。是。哦，有了。又是打向左外野，但还是找手套，连续2位打者几乎都是一样的结果哦。那个左外野，你看他守到那个线边那边了没有？因为那个投手的球慢，可能一拉都会拉到那边，所以你看他都守到线边，刚好2颗球刚好都打到那边去。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左外野手黄冠霖，连续2次的守备机会都有把握住哦。成功抓下2个出局数，2人出局。这边投球的还是洛邑战斗机的第2任投手，背号36号的陈志强选手。你看那个职棒的比赛，如果左打的话，你看那个游击手都守到二垒那个守备地方。是。就是他专门会打到那边去，他都会守到那边去。那个左外，他们左外也是不错。哇，又打向左边方向，哇！但这里提前落地，而且球又刚好越过了左外野手上方哦。现在又形成一支长打，那让巴哥朗山墙不老棒球队又再度攻下分数。背后40号的金正胜。这时候是敲出了安打。再来看一下这一球，他那个暖式棒球啊，如果你前面呢落地的话，你不赶快往后跑，那个弹性就弹的就跳往后跳了。是。所以你看刚刚前面那个没有挡下来的话，就跳到后面了。对，打击轮回到杨树山，这球积极出棒，最后是旋转转出了界外，是界外球。哇，现在队友已经帮他取得4-0的领先的分数了。那来看，也是身为这场比赛巴哥朗山墙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杨树山。有没有办法把握机会，自己为自己打下分数？哇，最后成功落地，也是安打，德州安打。2出局的情况之下，这边想要冲回来，回传球也稍微高了一些。刚才那个捕手没有向前去接那个球，他这一次等在那边，那个球落地有没有？我刚刚有讲那个球啊，弹性很大，一弹就会弹到后面。好，再透过重播看一下这一球。德州安打。
在2出局之后的连续安打，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现在分数已经来到5分了。好球！持续打击，轮到林新发。哇，这边连续塞了2颗好球进来。我们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投手陈志强，虽然说遇上一些乱流又被攻下分数，但现在状况感觉调得相当的不错哦。2好1坏，太高了。我现在场边不知道我们看直播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喊这个就是我们职棒选手乐天桃园队林立的应援曲哦，就像我们刚刚方教练也有提到，这位林新发选手就是我们中职球星林立的父亲。对。他是正手游击位置哦，跟儿子习惯的守卫是不太一样。林立在中职在职棒赛场上通常是守外野的位置哦。对。他爸爸蛮灵活的，是很灵活，手艺的就是反应要快的，跑也跑得快。他以前跑在花莲的时候，田径队也是跑得不错，100公尺。现在是选到了保送上垒。这球打向右边方向，是形成了界外，打击重新轮回到陈明贤。很可惜啊，连续投2个好球，后面又接着4个坏球。是。这里来看到捕手也是特别指示，要希望右外野手能够再进行站位偏右边一些哦。3局上半2人出局，1、2垒有跑者。好，这球成功塞了进来。洛邑战斗机的第2任投手陈志强又投了2好球了，球数上又取得了领先。界外。看到洛邑战斗机这边的捕手还是持续的跟队友来沟通哦，要求在站位上可能要再精确一些。2好球啊，投外角是对的，可是他投的太偏了。是。哦，这球打进来，来看最后的位置是界外。你看他这个投手刚才投的外角有没有？因为他球慢，就打击手一拉得太快，就会打到3垒这边的界，是滚地球。太外了。洛邑战斗机的投手陈志强，虽然说刚刚一开始球数就取得领先，但在2好球之后没有办法比较有效的去抓到打者。这球再打进场内，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3人出局，1、
也结束了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3局上半的攻势，但他们在3局上半又靠着连续安打再攻下2分，现在已经来到5-0的领先。下88上，巴格浪28下88上，然后3、4个样，是。欢迎再回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及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由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对上洛乙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赛事，现在比赛要来到3局下半。场上投球的还是巴格浪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杨树山。毕竟队友现在已经帮助他打下5分的领先优势哦。目前为止，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每个半局都有分数进账。巴格浪的投手啊，现在放松的去投，因为他投球的动作就非常漂亮，是好球率就高了。亮好球之后，这里是让打者挥棒落空，投出了3振。洛乙战斗机的背号99号的甘颖成选手，刚刚是挥棒落空。再看下这一球，偏低的情况之下，还是被吊到。就是变化球是掉下来，一人出局。投的稍微内侧了一些。打击轮到背号55号的郑世怀。触棒太慢了，那内角球的触棒要快一点。内角之后再投外角，但这偏差稍微多了一些哦。就切到之后打进场内，投手接到之后自己传向一垒，顺利抓到第2个出局数。他这个球还用碰的，是跟过来说：“哎，球怎么那么慢？触棒太快，给他碰一下。”这边看到我们的
八高浪的先发投手杨树山哦，自己下球来处理也是没有问题哦。手背动作非常的不错，这回过头来又让打者挥空。打击轮到陈俊雄。3局下半，两人出局，投的稍微内刺了一些，不过打者也及时闪掉，没掉到打者，太内了。好球！又是外侧偏低，又使打者挥棒落空。变化球啊，太早转了，是，这个球就往那个打者的头上去了。两好三坏，好球！又是让打者挥棒落空，连续飙出3振，结束了3局下半洛邑战斗机的攻势。目前前3局打完，八哥浪山强不老棒球队保有5-0的领先。27下1号上。欢迎再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比赛现场。那在这边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我们在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官方 YouTube 频道和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跟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有进行转播的服务。也欢迎大家透过这些平台来进行收看。比赛来到4局上半，要由八哥浪不老棒球队来持续来进攻。这球打进场内，二垒方向接到之后，再跑向一垒没有问题，顺利抓到第一个出局数哦。好，再透过重播看一下这球。哇，这边击出去之后，廖启宏大哥也是很卖力的跑垒啊。出棒太慢了，挤到了。高危球。
那也上方的飞球，哇，投手接到之后稍微落了一跑者没下跑，不过跑者并没有跑哦，打击的福贵郎选手这一局最快了，2出局了，是不到1分钟2出局了。他那个投手最喜欢就是这样，我投给你打，第一粒球一打就出局了，是，他第二粒投2粒颗球就出局了，那感觉很舒服，我们投手就很轻松。洛邑战斗机的第2任投手陈志强选手，虽然说刚刚接球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完全的接杀哦，但还是马上抓到了2出局。又轮到第4棒，是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打击，又轮到第4棒林兆雄，他在前一轮有敲出长打哦。这边看到洛邑战斗机的捕手持续的指挥队友的站位，因为刚才他打右外野那边嘛，所以大家右外野注意。连续2颗好球塞进来。哇，确实打向了右边方向，哇，这下球又要落到中右外野深处了，会是支长打。又是同一个位置，那个捕手指挥的对。对，但不愧是巴格朗的当家第4棒林兆雄哦，整个击球的位置还是顺利掌握。再来看一下，还稍微助跑哦，打到了右半边的方向。可以刚刚看到上垒之后，洛邑战斗机的球员又跟他击拳来庆贺哦。这就是我们这个出口杯棒球赛可以看到，大家都相当有运动家精神的一面，非常的棒哦。输赢没有关系，快乐打球最重要。是。方教练问一下，我们这个团队是今年是第几次来参加到出口杯的比赛了呢？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哦，是了解了解。我第一次参加，真的很惊讶，真是很棒的比赛。是，那就您第一次来参加，包括因为其实昨天的比赛也有下场去打嘛，对吧？整体的感受你觉得怎么样？很快乐，是跟他们打球很快乐。了解。而且好像是昨天晚上也有选手之夜的活动哦。对，我昨天没去啊。是。因为我住台北嘛，然后家里有事，哦，没有参加。了解。好，这一场做一下牵制。牵制。他这个可以牵制，不能盗垒。是。如果你在一垒的话，你不能盗垒。是。但是可以牵制。球形成擦棒。现在打击的是背号88号的石原松哦，哦，他同时也是兼任领队。球打高了，但来看位置，哇，会形成落地要形成安打了，不能跑。这边本垒来看有没有机会，但又是弹跳稍微过高了一些。对。现在让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在4局上半又成功抢下分数，来到6-0的领先。哇，这球稍微比较可惜喽。所以那捕手一定要向前去接，不能让它落地，一落地就弹出去了。是。现在场上看起来，洛邑战斗机要在更换投手。
背号56号的黄威豪选手现在要来接替登板来投球。那也必须说，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的大哥们火力很凶猛哦，每个半局都有分数进账。团队现在也已经敲出7支安打。我的年纪大了哦，所以要比赛前哦，一定要热身过。是，像昨天首二嘞，接那个球漏了，赶快拿起来讲，结果那个大腿拉伤。哦，那就现在大腿还有吗？哦，酸痛。对，当然这个对，一定要热身过比赛。毕竟大家真的也不是所谓的职业球员哦，通常参加比赛第一个目标还是要健康的完赛最重要啊。健康。对。这边洛伊战斗机是换上了第3任的投手黄威豪。同时，其实现场也看得到，哇，天气真的很好哦，太阳也是蛮大的。这场上不管是球员们，还是裁判，甚至是场边的工作人员，也都相当辛苦哦。好，在更换投手之后，比赛继续。4局上半，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的进攻打击轮到30号的黄信福。今年56岁，算是阵中这一次参加比赛名单当中最年轻的选手啊。看得出来，洛伊战斗机换上了第3任投手黄威豪选手，这投球方式感觉有一点侧投。那压不下去，所以那球都太高，这个可以。球打向外野方向，中外手就定位置，成功将球接进手套。3人出局，不过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在4局上半又攻下分数，现在来到6-0的领先。
先换人好了，36下5上。然后守备位置132-961。投手25号。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比赛现场，这场有巴哥浪山羌不老棒球队跟洛邑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比赛。现在重新比赛来到4局下半，巴哥浪山羌不老棒球队也进行换投。由原本正手游击手位置背号25号的林新发选手，现在要来投球哦。啊，这边看到场边也是有球迷非常的热情哦。巴哥让第一任投手去守一垒手了，是。啊，打击的是洛邑战斗机背号14号的王凯成。哇，这球打高了。但这球第一时间应该就是界外球了。其实这个暖式比赛很多都是这样，打那个高位球那扑手他如果打击手没跑的话，你在前面接到，长一垒就解决了。有的都会给他放掉，放掉就变界外球。是。像这个的话，投手接到的话，传一垒就来得及，不一定要放掉。这边场面看到，应该是我们洛邑战斗机的应援加油团哦。结果巴哥浪第二任换上来的投手林新发选手，面对的第一位打者是投出了保送。他是用侧投的，是。然后那个手指力量没有用到，是，所以那个球都会到了捕手他们本垒的时候就掉下来。是，16跑者的打击轮到杨敬峰，这球打高了，哇！这边二垒手成功接杀，还想要再抓一垒的跑者哦，非常的积极。再来看一下这球，哇，是切到了，打到刚好在二垒手上方的位置，这个内角就挤到了，是一人出局。打球到背号24号的牛宣文。看起来林新发大哥上来接替投球之后，可能要再找一下状况哦。球路上陷入落后，好，这时候塞来一颗好球进来。这球是形成擦棒界外，这2颗球就投得非常好。是，你看那个很顺，比较顺，手腕也用得到。球数形成2好2坏。哇，打进去，右半边方向落地，安打。这边洛邑战斗机团队敲出安打了。哇，打得相当漂亮的一支安打。
而且打着自己也站上了二垒，是一支长打。这个推得漂亮，你看。是，再来看一下这是个慢动作重播哦，打向右半边方向。好，我们钮轩文选手刚刚上垒之后，自己也相当的兴奋啊，这高举双手来庆贺一下。一出局。是，现在比赛是在4局下半，落羽战斗机听障棒球队的进攻，在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攻占了2-3垒。打击轮到背号23号的黄蒙伦。来看这个多点全有跑者的机会能不能顺利把握，来帮助落羽战斗机来打破鸭蛋哦。形成擦棒界外，球数来到2好1坏。23垒有跑者，1人出局。3振，这颗球是掉到了黄蒙伦哦，挥棒落空。再从侧面的角度来看一下，中间的好球没飞到。挥空之后，黄蒙伦选手也相当的扼腕哦，是比较可惜的一些。对，2、3垒有人啊，是，只要推出去打，一定会得分的，对吧？3振。2人出局。继续打击，轮到背号29号的黄冠霖。这球落在外角位置，林新发选手这球是控得很漂亮哦，投得很准。这要投好球带啊，不怕他打，不见得会打的，甩掉了。现在投球背号25号的林新发，今年也已经68岁了。刚前面我们方教练也有提到，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中华职棒乐天桃园的球星林立哦。所以他刚刚打击的时候，场边也有人在喊林立的应援曲哦。哇！但这球是砸到了对手身上，跑上。对，当然这绝对不是故意的啦。这个投手投出去之后，也感觉的比较不好意思的一些，稍微上前致意啊。这时候投出了触身球的保送，哇，刚好砸在腰部的位置哦。还有皮带那边，他因为侧投，他手腕不用的话，那个球队都可以砸到人。是，这个斯拉布啊。这个手腕，现在让落羽战斗机4局下半2出局之后形成满垒。打击轮到背号30号的黄仁勇选手。来看能不能把握这次的得分机会哦。这球是有先碰到捕手的手套哦。根据我们这一次的多元族群棒球赛的友善规则，投手球投出，就算有落地的情况之下，但只要捕手有先碰触到捕手的手套或是护具或是身体的任何部位碰到之后，垒上的跑者是不能进垒的。但现在连续几颗球都稍微低了一些。
改变了投球动作了。啊，这球是已经界外了哦，不过刚刚垒上跑者是比较积极啊。他是界外球。对，但已经形成界外，但刚刚1、2垒上的跑者都很积极的想要去进垒哦。以为是爆头了。是。因为那个投手太急了，他每次停那个 settle 的时候没有停下来。是，所以这边垒水。然后他是现在改变姿势是手往上嘛？是。对。要那个脚就不能离开那个。对，因为现在是垒上有跑者的状况。对，这样可以。哦，这球打上外野方向，哇！满垒的情况之下，洛伊战斗机在这里敲出了一支长打，现在要来攻下分数了。2分了，2垒安打。对，一口气攻下2分。洛伊战斗机背号30号的黄仁勇选手，现在在4局下半满垒的时刻敲出了一支长打。带有2分打点的2垒安打，帮助球队现在追到2比6 4分的差距。哇，刚敲出去，场边的队友们以及应援团都相当兴奋哦。哇，这个擦棒球刚好球落到了主审的面具，好险是有面罩挡着哦。轮到背号99号的甘颖成，还是236跑者得点圈上都有人的机会。不过掉分之后，林信发选手马上调整回状况，现在球数上又取得良好球的领先优势哦。这球打去找上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往1垒，哇，但稍微传偏了。这下子是让洛伊战斗机又跑回分数，又得2分了。哇，刚刚看到洛伊战斗机的球员跟休息室的选手很兴奋哦，也有比出了在先前12强棒球赛我们陈杰宪选手非常有名的动作。啊，其实接得很漂亮，但传球是稍微传偏了一些，传高了，不然这2分就不会得。这球打向外野，看起来打得很深远，又是一支长打。那球太好打了，没有速度。是。现在4局下半，洛伊战斗机连续的安打，这个半局已经攻下4分了，而且现在攻势还在继续哦。哇，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打得很扎实哦。应该要换投手了。现在正在2垒垒包上的是刚刚敲出长打背号55号的郑世怀选手。那球确实打得很漂亮哦。现在让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也又要决定换头。要再将背号40号的金正胜来换上投手球。原本一开赛他是在守3垒的位置。
今年也已经67岁了。整个巴格朗山羌不老棒球队稍微算了一下哦，平均年龄这一次参赛的名单看起来平均年龄是66岁，也是相当不容易哦，这些老大哥们。感觉大家也是打球都打了很久了，球龄非常的长。他们喜欢打球啊，对，喜欢运动，对于棒球这项运动都还是十分的热爱哦。这个投手啊，姓金，应该都是布农族。哦，是。那其他都阿美族花莲的。对，因为其实巴哥浪这个也是阿美族的族语哦。嗯。稍微查了一下，是属于阿美族的族语，算是一种仪式的名称哦。巴哥浪是。这球再打向右边方向，好，垒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垒，哎呀，来得及，还是成功抓下了第3个出局数。不过洛邑战斗机在4局下半大有斩获，连续的安打，现在一口气攻下4分，让比赛回到2分差，还是由巴哥浪以6-4保有2分的领先。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比赛现场，也再次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透过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跟 Hop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来收看我们这次的比赛。现在比赛来到5局上半。这边巴格朗山羌不老棒球队一开赛就又有上垒的触身球，是。不过在前一个半局，洛邑战斗机是大有斩获，在前3局都没有办法得分的情况之下，4局下半一口气攻下了4分，让两队回到2分差。洛邑战斗机这里场上投球的还是背号56号的黄威豪选手。哇，这球打高了，内野上方成功接近手套。投手也丢高了，他也打高了。刚刚3垒手是背号1号的陈俊宏选手，哇，顺利抓到第1个出局数。再来打击，轮到林新发选手，这现场又是再度唱起了林立的应援曲哦。
有在看中华职棒的球迷应该是相当熟悉啊，林立的威力哦。啊，这边擦棒被捕，没有啊，但应该还是良好球哦。这个界外球吧。这边场边的球迷很有创意哦，是稍微改编了一下林立的应援曲哦。最后是讲林爸，毕竟就是林立的爸爸，现在在打击哦，林新发选手。哇，当然这边又是挥棒落空，林新发选手这里是遭到了3振。再透过慢动作重播看一下这一球，哇，这个吞下3振之后，自己也笑了出来哦。哦，这球打穿了，3游防线之间打穿了，是形成了安打。背号00号的陈明贤，哇，拉到左半边方向，刚好打穿了3游防线。现在让巴嘎浪在5局上半形成1、2垒有跑者，2出局之后也攻占得点圈了。现在来看场边，哦，应该是有出现代打，代打是，对，是由背号5号的柯荣成上场打击，今年也是70岁的大哥喽。他扫棒的时候是捕手，是。哇，是哨棒的时候，哇，最后打向3垒方向，接到之后自踩垒包，3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也形成3人出局，结束了巴嘎浪山羌不老棒球队5局上半的攻势，没有分数进账，但他们目前还是保持6比4 2分的领先。
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比赛现场。现在比赛来到5局下半，巴哥浪伸长不老棒球队是又在换投了，将背号35号的福贵郎选手给换上投手球。毕竟在前面4局下半，洛伊战斗机是大有斩获，一口气攻下了4分哦。打击又是轮到背号14号的陈建富选手。哇！但现在巴哥浪这边换上来的福贵郎选手，可能一开始投球好像有点找不到控球的状况哦，压不下去，那球都太高了，是又高了。这边想问一下我们方教练，通常这样子投手是大家都有投球的经验吗？就是如果在这种比赛当中要来换投的话。有啊有啊，该换的时候就要换了。像刚才这个不应该再换他投手啊，刚才那个投手才投一个人出击啊。是。那换上来可能他没有准备好，是还不热身不够，所以他投球压不下去。对，所以是先投出了保送哦。他回去捕手手套有碰到。对，也再次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次出口杯有所谓的友善规则，就是投手虽然说就算投出的球有落地或者落到后面的情况，但只要捕手有先触碰到手套或者是身上任何的部位有碰触到球的话，垒上跑者是没有办法进垒的。这也是照顾到我们整个多元族群哦，我们特别这项杯赛制定的友善规则。这球打向3垒方向，先传往2垒，是成功抓到了保者。打者是站上1垒哦。再看一下这一球，来看2垒这边，对，确实没有问题哦，稳稳抓到这个出局数。打击轮到背号24号的牛宣文，哇，这球挥得很大力哦，因为他在前轮上场是有敲出安打的哦。2垒安打，对，当时有敲出长打，为球队打下分数。投手慢慢稳了，稳住下来了。刚开始他热身不够，压不下去。现在球数上是取得良好球，没有坏球，投手绝对的领先。来一个高球，但打者及时收住了。这里有擦到，是形成界外球。巴哥浪换正规的捕手，是小学的时候捕手。哦，对，就是刚刚方真有提到，在前面有代打上来的选手，哦，这边打向游击方向，结果穿出去了。哇，而且跑者是一路跑到了3垒。
这边柳学文选手连续2次上场打击都有站上垒包哦。再来看一下这球，哇，也是打得相当的强劲啊。45啊，游击手。现在让洛邑战斗机在5局下半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攻占1-3垒。打击轮到23号的黄蒙伦。这边打到左半边方向，哇，稍微惊险一些，但左外手还是顺利接近手套。3垒没跑，是回传的非常的及时哦。3垒有人的时候啊，打击手打到外野，你一定不要跑，一定踩到垒包上，等到接到或者安打，你再慢慢跑跑回来。你看刚才3垒没跑回来得分，很可惜。对，其实是一个可以形成高飞牺牲打的机会哦。打球轮到背后29号的黄冠霖。就偏低，硬是捞起来，投手下球之后，自己要传往1垒，哇，这球传得很漂亮哦。福国郎选手处理得相当到位，也形成3人出局，让洛邑战斗机在这个半局是留下得点圈的残垒。那这边也是要跟各位宣告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出口杯是采取了这个2小时7局制的比赛规定哦。那其实在这个半局结束当下是有剩余比赛时间是不足15分钟，那就不开新局，我们是用已完成的局数来判定胜负。那所以这场比赛最后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就是以6-4来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也是他们形成在预赛 A 组是2战全胜哦，这样会是以分组第1名的姿态来晋级哦。这边恭喜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啊！那我们这边方教练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好拿下胜利的队友们来喊话一下哦？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但你看像那个洛邑战斗，他不血不气。在第4局的时候，你看还得了4分，是到最后是6-4，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比赛。对，大家都有拼。是，尤其也是看到我们不管是整个平均年龄高达66岁的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的选手，或是洛邑战斗机的听障选手们，在这场比赛中都展现了相当努力不懈的奋战精神，而且比赛当中也算是有来有往，都有打下蛮多的分数。最后比赛结果是6-4，由巴格朗抢下比赛的胜利。那这边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将在此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感谢方教练的讲评，谢谢。我是林志儒，在这边也仅代表我们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还有我们辛苦的听的老师以及手语老师，感谢你的收看。这边也在提醒我们出口杯今天的赛程后续还有更多的赛程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转播服务。我们就下场比赛再见了，拜拜，谢谢，平安。